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en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集我要分享的是防晒的产品，但是因为我发现我的防晒产品已经超过20多种了，所以我要分成上下集。今天这一集主要是做物理性防晒的，那雾化防晒跟化学性防晒我会在下一集继续哦。顺便提醒一下，因为前2集有观众朋友敲完这一款 Dr. G 的防晒霜，因为它是属于雾化防晒，所以我会放到下一集哦。好，那么如果对今天的内容有兴趣的话，我们就继续哦。第一个要分享的是 Dr. Oetker 的 Premium Sun Protection Cream。这个防晒有 SPF 50度加 PA 3个加的防晒系数，主要的防晒成分就是氧化锌跟二氧化钛，它是没有任何香味的，质地是乳液，颜色是有点偏肤色的。我觉得它的质地是属于非常容易涂均匀的，肤感是有一点点水润感，涂抹开的当下会感觉到有一颗颗的磨砂的感觉。我上网去查一下，我看到有人说这个 capsule 呢，搓开之后会有一点点红红的颜色，但是呢，我发现怎么搓都搓不开，涂抹的时候没有很喜欢这个磨砂感，可是这个 capsule 我感觉它自己会有慢慢的融化，摸起来就不会再有颗粒的感觉了，但是涂抹的过程还是有一个很短的时间，你会感觉到有磨砂比较刺激的感觉。这种防晒涂抹完之后，光泽感会慢慢的增加，会变得比较油润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质地不会很厚重，还蛮舒适的，因为它很温和，用起来我是很喜欢的，而且这个防晒是可以一整天很长时间维持在我的皮肤上，因为它的持久度是非常高的，而且它是有一个润色的效果，有一点像素颜霜的效果，而且它是不沾口罩的，它会成膜，不容易被撑掉。我觉得它是一款很保险又很适合敏感肌的防晒霜。它的第一个成分是芦荟叶汁，也添加了一些植物的萃取，还有添加了蜂蜡，还有小竹蜡，然后它也添加了一些植物的油脂以及一些舒缓的成分。它是没有香精酒精添加的，其实它是有添加玫瑰花油，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是精油，因为它完全没有玫瑰的香气，我就把它当作是没有精油的。全成分我会放到我的资讯栏或者是留言上面，它的使用感受还有肤感我都很喜欢，但是我觉得油性肌肤比较不适合，所以我觉得它不会闷皮肤了，但是油性肌肤本身也会出油嘛，混在一起可能就会觉得有点难受。这个防晒我比较推荐给混合性肌肤到干性肌肤。这个防晒我做了2个测试，一个是涂在手上，然后用水测试它的防水度，然后用我平常用的氨基酸洗面乳，看能不能一次就可以清洗掉。另外我也做了脸上的测试，现在给大家看。首先呢，我擦这个防晒大概已经5到6个小时之后了，脸上已经出了一些油分，其实你看到整个防晒也蛮完整的。洗面乳部分我特地挑选清洁度比较好又比较温和的氨基酸洗面乳，那我挤的量呢会稍微多一点点，然后先从手上起泡，之后放到脸上去打圈。卸妆的过程大概是50秒1分钟内，之后再用清水冲洗干净。冲洗完之后，我会用面纸稍微印干净。你会看到镜头上我的皮肤好像蛮干净的，而且我感觉好像也已经洗干净了。清洗干净之后，我就用卸妆水，我用的是 Beplan 的眼唇卸妆液，它是有油分的，然后用化妆棉去擦拭整张脸。好，镜头上面你看看这个化妆棉到底有没有洗干净。好，我自己看来是没有洗得很干净，因为还是有点黄黄的。之后呢，我们再擦上这个防晒，我会故意擦厚一点，等到防晒成膜之后呢，我就用我平常用的卸妆油去清洗我的脸。因为我没有真的化妆，所以卸妆油部分我也是打圈大概20-30秒左右，我就会把它乳化，然后清洗掉。清洗掉之后，我会用我平常最常用的氨基酸洗面乳。那这一款氨基酸的洗面凝胶呢，是我最常搭配卸妆油一起使用，它会比刚刚的洗面乳更加的温和，所以它的起泡力会比较低一点。我大概挤了2下，一样都是手上起泡，再打圈清洗脸部。清洁过程也是不超过1分钟的时间，之后再用清水清洗掉。洗干净之后呢，你看到镜头的皮肤是不是看起来还是有差？我自己看起来就觉得皮肤比较干净啊，比较亮一点。好，这样看起来也没办法证明什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用干干的卸妆水，再用化妆棉去擦拭整张脸。好，一样的过程，擦拭完之后，你会看到化妆棉上面是白色的，
没有任何的污垢。对比一下之前的化妆棉，你就会看到真的是有差。好，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些观众还是会觉得，那也不代表这个防晒没办法洗掉啊，因为也有可能是我皮肤上面的污垢而已。但是我想要表达的是，你表面看起来好像是这样，好像已经干净，但是不代表它真的清洗干净，好吗？所以我一直以来擦防晒都会卸妆，就算是淡妆，我还是会认真的卸妆。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产品，你用的产品要够温和。网络上是很多资讯，你会看到有人说擦防晒根本不用卸妆，甚至是擦一些有一点点颜色的 BB 霜也不需要卸妆。但是我自己也确实的尝试过，连续的2周，我不用任何的卸妆油、卸妆产品，我每天只是擦一个防晒而已。但是我擦防晒的量其实还蛮多的，会比较厚一点点，因为我会比较安心。然后我擦的防晒大多数都是物理性防晒，都是比较不好卸的。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不卸妆，我发现我皮肤真的粉刺变得越来越多，而且皮肤变得有一点暗哑。对我来说，我是需要卸妆的，因为之前也是有观众朋友问我只是擦防晒要不要卸妆？其实是看你用的是什么产品，还有你擦的防晒是什么防晒，它的质地啊，还有你擦的防晒量啊，你是什么肤质啊，等等，其实都会影响这个防晒能不能一次就可以清洗掉。当然，如果你擦的防晒是比较容易好清洗的，加上你擦的量又少，然后你又是油性肌肤，一整天下来也不会补防晒，脸上也会有一些油分，那么一次清洗干净的几率就会比较高了。对我来说，要不要卸妆都没有对错，要看你的个人状况。但是如果你有化妆，是有粉底擦在脸上的，除非你卸妆的时候可能有一些眼唇卸妆液稍微已经带到脸部，已经有清洗掉一大部分了，不然的话，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很安心耶。如果你是 OK 长期没有卸妆的情况下，都是没有造成皮肤的问题，我觉得是很 OK 的，这样子也省了一些时间，对皮肤也不会那么的刺激。如果你的防晒产品是很容易被清洗掉的话，你就直接用洗面乳去清洗就好了。但是我建议，如果一次清洗的话，洗面乳的量稍微多一点点，清洁的效果也会好一些。这个测试部分呢，我只会测试这个防晒，因为它是我今天分享到比较持久、比较难卸的一环，就当做是给大家参考。后面的防晒产品就正常的分享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Dr. Oetker 的另外一款的物理性防晒 Silicone Free Mineral Filters。这2款的防晒最大的差异就是这一款是没有 silicone 没有细磷的，所以如果你对细磷之类的成分是有过敏的话，这一款防晒可以试试看哦。我觉得用起来它确实是非常温和，它的防晒指数也是有 SPF 50度加 PA 3个加的，它的质地跟上一款的物理性防晒是非常接近，但是呢，它会再浓稠一点点，偏向乳液跟面霜之间，颜色也是肤色，其实它也是蛮好推的。我有看到小红书有人说它不好推开，而且很干，但是使用在我脸上，我觉得它蛮油润的，而且随时间跟上一款一样，都会越来越有光泽，比较润泽一点。我觉得肤感其实都蛮不错的，但是我觉得上一款会比较轻薄一点，这一款刚涂抹的时候有一点泛白，但是涂到后面其实已经融入皮肤了。我觉得它是越涂越好推开的，没有想象中那么难用，而且我用它很安心，也很舒服，没有任何刺激感。成分里面也是没有添加香精、酒精跟精油。其实我觉得它们2个的全成分都很接近，可能就是细油部分呢，这一款有添加，这一款是没有添加。它里面也是有添加蜂蜡跟小竹蜡的成分。第一个成分也是芦荟叶汁，主要的防晒成分也是氧化锌跟2氧化钛。成分里面的植物萃取配方跟这一款是有一点点不一样，这款比较像是中药草本多一点，这款呢就是花的萃取会比较多。它也是有一点素颜霜的效果，因为它涂抹起来颜色是跟刚刚那一款是很相近的，不过它的油分会比较明显，它会更加的泛油。但是我觉得这种防晒还是比较适合中性到干性肌肤，不太建议油性肌肤使用，你可能会觉得很厚重又很油。接下来的防晒是 Skin 1004的积雪草防晒，这种防晒之前我有分享过它的旧版，
就是这个品牌的全系列里面有分享过，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买到新的版本，现在的新的版本我已经使用过了，我可以说它们的差异非常的少，几乎是一模一样，但是仔细的去比较还是有点不一样。首先新版的防晒呢有添加一种的 PEG 成分，旧版呢就没有。我是觉得旧版会比较温和，但是这款用起来我觉得它的舒适度跟肤感都有比较好，它稍微泛白的现象有改善一点点，其实它也不太泛白，它的颜色是偏灰偏绿的肤色，是有点修饰皮肤瑕疵的作用。质地的也是乳液状，非常好推开。新版呢推开之后，它的融入皮肤的速度会比较快，但是它的效果其实没有差很多，就真的是肤感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，连它们的香气都是很相近的。它是有添加精油的部分，闻起来就是天竺葵精油加玫瑰精油的香气，香味是比较淡的。这款防晒也是没有添加香精跟酒精的，但是有添加一种的 PEG， 主要的配方和成分跟旧版差不多，成分里面添加了 35.8% 的积雪草提取物，也添加了烟酰胺，还有多种的植物萃取，使用起来其实也蛮舒适的，但是我觉得油性肌肤也是不太适合，因为它会比较有存在感，一整天下来还是会有一点点闷皮肤的，比较推荐给混合性肌肤到干性肌肤。接下来分享的是 Granissi 的松树物理性防晒。这款防晒的质地呢是偏乳液，是有一点流动性，涂抹的时候会闻到一点点的木质的香气。这种防晒是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，我觉得它的肤感涂起来是很舒适的，但是一开始涂的时候也是有点白，偏油一点点，但是随着时间它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自然，不会那么泛白，而且那个油的感觉会减少，会变得比较舒适。它到后面会成膜，被皮肤吸收之后会越来越清爽，但是它的保湿度是非常好，绝对是可以化妆水之后直接使用它。使用它之前记得要均匀摇一下。它的成分是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添加，但是因为它有添加松树的成分，所以会有一点木头的香气，其实不会很明显，涂抹开之后就消失了。主要的防晒成分是氧化锌，除了松树的成分之外，还添加了烟酰胺。我觉得这个防晒的肤感是非常好的，涂抹的感觉是有点水润感，只是它会比较保湿，也比较有油润的感觉。到后面成膜之后，我觉得它蛮舒适的，也没有造成我长新的痘痘粉刺。这款呢，我觉得也是不太适合油性肌肤的，比较适合混合性肌肤到干性肌肤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Etude 的物理性防晒。其实这个品牌出了很多的防晒产品了，我手上这个防晒是新出的，是今年才推出的，而且这个防晒呢是跟一个韩国的美妆 YouTuber 联名推出的。这个 YouTuber 叫做 Director P， 他的频道是专门分析各种的化妆保养品的，大部分的产品都是韩系的产品，他的分析是非常的仔细，不是只有自己试用，他是有一些团队还有实验室去帮忙测试产品的，而且他对于化妆品的要求是蛮高的。这次他联名的防晒产品也是非常有信任度的，非常的保障，而且这个物理性防晒是对海洋生态友好，我觉得它的肤感还蛮像传统的物理性防晒。它的质地是白色的乳液状，其实是蛮好推，但是你会感觉它是有粘性的，用起来是比较容易均匀的封密整个皮肤的。一开始它会非常的泛白，可是呢，涂抹的过程它就慢慢融入皮肤，就变得比较自然了。老实说，我是觉得这个肤感呢是偏厚一点点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质地跟配方呢是比较容易把我们的防晒涂厚一点的，因为很多人涂防晒是一点点而已，但是这个质地我觉得它会比较容易停留在皮肤上，会比较容易涂得比较足量。这种防晒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其实它涂抹开之后呢，就没有那么的黏，而且泛白情况也没那么明显了，还有一点点提亮肤色的效果。我觉得这个防晒单独使用也是蛮保湿的，而且它的持久度也蛮高的。如果你没有故意去把它擦掉，它是可以一整天都在脸上，就算皮肤出了一些油分也不影响。但是因为它的质地稍微有一点点厚度，所以我觉得油性肌肤也没有很适
适合，比较适合混合性肌肤到干性肌肤使用。当然油性皮肤的朋友们也是可以尝试看看的，使用它之前的保养尽量的精简，但是使用防晒的量一定要足够哦，不要因为太黏或者是职业太保湿就把它用少一点，因为防晒如果没有涂足量的话，防晒指数其实就是参考而已，防晒能力也是有关你的使用量的。虽然它的质地是偏厚一点点，但是它非常好清洗，它是一般的氨基酸洗面乳都可以轻易的把它清洗掉。这种防晒我也是很推荐很喜欢的。成分上它是没有香精、酒精跟精油的，也没有 PEG 的成分，主要的防晒成分就是氧化性跟二氧化钛，它有添加 B5 还有好几种的积雪草提取物，这款敏感肌绝对可以使用。另外它同时也出了化学性防晒，肤感也是很不错的，下一集我会介绍。接下来要分享的物理性防晒是我今年的新宠，它是 Make Perm 的物理性防晒。这款防晒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的防晒系数，质地呢是乳液状，非常好推开。推开之后呢，你会看到有一点点泛白，但是呢涂抹均匀之后呢就不会那么明显了，我觉得算是蛮自然的，还有一点提亮的效果。它的肤感非常好，所以这款防晒我觉得它是适合所有肌肤使用的，它不会闷皮肤，也不会造成我长新的痘痘粉刺，使用起来真的是非常温和，也很舒适。皮肤敏感的时候用它也会有比较舒缓的效果。这种防晒涂抹的时候还有淡淡的清香，会闻到甜甜的茉莉花香。其实它成分里面是没有添加香精、酒精跟精油的，所以它的香味呢是来自于它的植物萃取。它的主要防晒成分是氧化锌，其他还添加了很多种的植物萃取，尤其是花的植物萃取特别多，它里面是有添加茉莉花水的，所以它的香气是闻得到茉莉花的香味，加一些植物的萃取味道。如果你是敏感肌，我很推荐这一款，真的是非常好用，使用感受相当好，一年四季使用都不会有问题，而且妆前使用也不会跟底妆打架，不会搓泥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Delva 的物理性防晒。这种防晒也是比较新的产品，它还有一款化学性防晒比较有名，比较多人用的，下一集我会讲。上一集我还有分享过它的素颜霜，你看到它们包装是非常相似的。这款物理性防晒的质地也是偏乳液，非常好推开，而且非常的水润，很像涂保养品一样，绝对可以化妆水之后直接擦这个防晒，保湿度非常好，肤感也是很好，涂抹的时候也是有一点点泛白，但是呢过一阵子就消失了，就变得比较自然，有一点提亮肤色的效果。我觉得用起来它的效果跟肤感都很好，但是因为它添加精油的部分有点多，所以我觉得在我皮肤发炎的时候、不稳定的时候用它，还是会有一点点刺激感，比较敏感的肌肤就不太适合了。但是在我皮肤正常的情况下使用也不会过敏啊，使用起来也是蛮舒适的。它是有一个很明显的精油香气，成分你是没有添加香精、酒精，主要的防晒成分只有二氧化钛。这个防晒呢是纯素配方，防晒系数也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，成分里面除了添加多种的精油萃取之外，还添加了很多的植物萃取，很多保湿的成分。如果你是健康皮肤，也可以试试看，因为它整体的表现、肤感都很好，它也是可以妆前使用，不会搓泥的。这种防晒是所有肌肤都可以使用，油性肌肤的话，前面保养就精简。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Round Lab 的365物理性防晒。这种防晒其实去年就买了，只是没有分享。它的质地也是乳液状，也是很好推开，肤感非常好。我觉得它使用的感觉还蛮像 Dr. G 的绿色的物理性防晒，但是这款用起来会比Dr. G 那一款稍微再保湿一点，这个防晒涂抹起来是不太会泛白，几乎是没有泛白的问题。重复叠擦它会有一个厚度，但是不会有油腻感。涂抹时候不会感到拔干，但是时间久了，过了几个小时，它就有点反吸皮肤的油脂，会越来越干。所以干性肌肤可能使用它会觉得有一点点拔干。我觉得前面的保湿部分一定要做好，因为它是后面才会越来越干的。一开始涂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这种防晒虽然是属于所有肌肤都可以使用，但是我比较不推荐干性肌肤，油性肌肤会很适合。它的防晒指数也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的，涂抹的时候会闻到淡淡的花香的味道。它是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添加，但是它有一些植物的萃取，所以它的香味呢是来自于成分里面的植物萃取。它也是有添加积雪草啊、B5 等等的舒缓的成分，敏感肌使用也是很适合的。它的主要防晒成分是
是氧化锌跟二氧化钛。这一环如果你涂的比较厚的话，我也是比较建议要卸妆。好，接下来要分享的是 Benton 的物理性防晒棒。这个防晒棒超好用的，这款防晒有 SPF 50度 PA 4个加的，它这个很适合外出补防晒，你完全可以不用任何的工具，你直接在脸上涂就可以厚厚的把它涂均匀。直接使用这个防晒棒呢，其实比你用手涂抹防晒还要有效，那个厚度会比较足够。虽然它是属于固体的膏状，但是我觉得它的肤感比想象中舒适，而且它是纯物理性防晒，用在脸上又不会很泛白，涂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粉粉的，有一点点白白，但是它不会很明显的一条，而且使用起来非常的顺滑，特别适合去旅游啊，在飞机上面补防晒，因为它是固体，所以带上飞机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它的成分里面也添加了一些舒缓的植物萃取，有添加 B5。多种的积雪草还有玻尿酸的成分，主要的防晒成分是二氧化钛，所以它的泛白现象是没有那么明显的。这个我很推荐敏感肌在外面补擦，这个防晒觉得包包里面必备的。然后它也是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的成分，闻起来是完全没有味道的。接下来分享的是 Hanskin 的防晒粉。这个防晒粉也是很好用，很适合外出补防晒。它的设计是很方便在外面使用的，直接把盖子打开，然后这个往后面缩，用这个勺去使用就好了。上面呢就是控制这个防晒粉的输出，就是多按几下粉就会弄出来了。用完之后呢就把它收起，放到包包里面也是很方便的。它也是没有味道，没有任何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添加，用起来就很像涂蜜粉一样。会让皮肤看起来雾雾的。你可以涂完一层普通的防晒，再加这个防晒当蜜粉，看起来皮肤就会比较雾面，没有那么亮，而且还可以增加防晒的效果。使用起来它是非常的清爽，很干爽，而且很容易融入皮肤里面，粉质非常细，比我想象中还要好用哎。就算你皮肤已经擦了其他的保养品，有一点油油的，使用它也不容易有结块的问题。它的主要防晒成分是氧化锌跟二氧化钛，有 SPF 45度 PA 3个加的防晒系数，成分里面是比较单纯的，没有什么保养成分的添加，而且它也是蛮稳定的，很好保存。这一款跟这一款也是外出的补防晒必备，而且这一款是有点吸油的效果，所以油性肌肤你应该会很喜欢。这个是所有肌肤都可以使用的。接下来这一款呢是 BePlan 的物理性防晒。其实这款防晒呢，去年有分享过，但是因为我没有涂在脸上，所以我再分享一次。它也是对海洋生态友好的，主要的防晒成分是二氧化锌跟二氧化钛，质地的是乳液，但是偏浓郁一点点，挤出来的内容物是白色的，涂抹开的时候其实蛮泛白的，会有一点厚度，比较有存在感一点。但是均匀涂抹开之后呢，泛白情况会减少一些，可是看起来还是会比较白一点点。如果肤色比较深的朋友们，可能就不太适合了。我觉得这个防晒还蛮持久的，一整天使用超过10个小时，它还是在我的脸上。只是我的脸部出油之后了，太长时间没有把它卸掉，就会导致我长新的痘痘粉刺。所以我建议，如果使用它，就不要太长时间，不要超过10个小时以上。如果脸上出油了，就要赶快用面纸去印一下，不要让你的皮肤堆积过多的油分，这样子就可以减低长粉刺、痘痘的问题。平常正常的使用它是不会产生新的痘痘粉刺，只是呢，如果你皮肤比较容易出油，是油性肌肤的朋友们，我觉得比较不适合。虽然它的官网说物理性防晒是适合油性肌肤的，但是我反而觉得它的化学性防晒会比较适合油性肌肤，所以这个就给你们参考咯。我觉得它使用起来也是蛮温和的，只是它的肤感会比较厚一点点，所以我没有很常使用它。但是它还是一个很优秀的防晒，而且它是对海洋生态友好，所以海边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它的成分里面没有添加香精、酒精、精油，是完全没有香味的。里面还添加了积雪草、洋甘菊、烟酰胺、藻类的成分添加，使用起来也是有保湿度的，只是它会随着时间会收干一点。顺便说一下它的化学性防晒呢，之前我有说过它的防晒成分只有2种嘛，其实呢它去年的时候已经更新过了，它的防晒成分现在多添加2种，现在有4种的防晒成分，而且我看过它的防晒的成分应该会比以前更稳定，所以它的化学性防晒也是很推荐的。接下来呢是安妮尔的物理性防晒分享。
这款防晒的主要防晒成分是氧化锌，它里面还添加了一些舒缓的植物成分，有积雪草的提取物，还有鱼腥草的提取物。另外成分里面还加了小竹蜡，我觉得使用起来的包覆效果也是很不错的。它的肤感跟第一个的 Dr. Ogger 的物理性防晒有点相似，直接也是有一种油润的感觉。我想可能是因为它这个蜡的部分造成的。这种防晒使用之前记得要先摇一下，因为有时候它会有水分开的。它的质地是乳液状，是有流动性的，是属于非常好推开、很好延展。我觉得它的肤感非常好，真的很像涂一般的乳液，非常保湿，非常滋润。虽然它是有柔润感，但是我觉得它不会有闷皮肤的感觉，所以我个人也是很喜欢这款防晒的。刚涂抹的时候有一点点泛白，但是随着时间吸收之后就变得比较自然，使用起来是非常滋养，所以我觉得油性肌肤比较不适合，比较推荐给混合性肌肤到干性肌肤。它的防晒系数有 SPF 50度加 PA 4个加，成分里是没有香精、酒精、精油添加，闻起来是有一点点奶油的味道。这种防晒在我皮肤敏感的时候我很喜欢使用，尤其在我皮肤比较干又同时敏感的时候就很喜欢使用这个，因为它的保湿跟舒缓能力非常的显著，我觉得用它是有比较舒缓到。最后一款防晒呢是雷品，所以我把它压轴。它是台湾出的，之前在外面逛街的时候被柜姐烧到，就是绿藤的物理性防晒。这种防晒是有润色效果的，有一点肤色，挤出来也是乳液状，流动性非常强。用之前也是要轻摇一下。其实它的润色效果还蛮不错的，跟我的皮肤很贴合，非常的滋润保湿。虽然它是属于轻薄的，但是很油，而且它很沾口罩。使用完之后它不会沉膜，也不会干掉，就是一层油油的浮上来。然后如果你涂太少的话，防晒系数是不够的，因为它本身只有 SPF 25度的防晒系数，但是如果你使用量太多的话，就会非常的油腻。我最不能接受的是这个防晒跟他们自己的品牌的精华液会搓泥，互相打架。我有片段，我使用完它的化妆水跟精华液之后，就上这个防晒了，一边涂抹这个防晒乳，一边瓦解。这个防晒已经不是搓泥的问题了，它直接瓦解我前面的保养品，非常的恐怖。这款防晒真的是大雷品耶！我觉得前面使用的产品最好也不要跟任何的凝胶产品叠在一起。我只能在家里使用它，因为它的防晒系数不高，然后又很油。事实上在家里我也不想要用这个防晒，因为实在太油太不舒服了。它还有出另外白色的那款，就是没有添加任何的颜色的，也是纯物理性防晒。我没有使用过那款，但是这款我绝对不推荐。我比较推荐给干性肌肤，它只能是干性肌肤才适合使用。其实它的成分是非常好，也很单纯，是很适合敏感肌使用的。它的主要防晒成分只有二氧化钛，有添加10% 的二氧化钛，其他的保养成分呢，就是一些植物的油脂。其实它闻起来会有一点点玉米油的味道，整体它的成分是没有问题，问题就在于成分好，但是不好用。一个产品无论它的成分多好，价值多高，但是使用起来不方便，不好用，很难用，就真的很难长期的坚持使用它。所以我觉得挑保养品也是要挑对适合自己的，而不是单看成分。好，那么今天的物理性防晒产品已经分享完咯。如果想要看化学性防晒，下一集会分享。喜欢我这支影片的朋友们，请记得帮我按赞，还有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